大家好，欢迎收看《万象奇谈》，我是万象。2020年10月10日12点20分左右，越南胡志明市新福区一家银行的分行发生了一起疑似持爆炸物抢劫21亿越南盾的恶性抢劫事件。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个抢劫犯竟然是个年仅25岁的年轻女子。这个女子独身一人带着自制的炸弹，对，你没听错，她独自一个人完成了21亿越南盾抢劫案。后经越南警方调查，这个女子竟然还是在越南小有名气的网红歌手，曾经参加越南偶像、触动梦想、挑战喜剧演员等在越南家喻户晓的综艺节目。值得一提的是，她在2019年7月参加的 Z-Pop 梦想实境中获得了挺进前10的好成绩。这个比赛她打到了最后一晚。就是这么一位貌似前途还不错的女孩子，最后却走上了独行抢劫犯的不归路。在她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她为什么要冒如此大的风险挑战公众的底线呢？今天我们就一起关注这起看起来特别离谱，甚至有些荒诞的轰动越南的越南偶像21亿元抢劫案。案件资料源自越南媒体机翻所得，可能会有翻译上的疏漏，如有失误，请大家评论处指正。点赞3连，马上开始。画面上正在唱歌的女孩叫徐世胜，1995年出生于越南北江市。据徐世胜的朋友介绍，徐世胜歌声甜美，热情大方，朋友对其评价都还不错。但徐世胜喜欢名牌，酷爱参加 party 和电视节目，特别想有朝一日可以名满天下。高中毕业后的徐世胜没有再继续读书，他从北江市搬到了西贡市，住在新福区的亲戚家。初到西贡的徐世胜身无一技之长，多处碰壁之后，他找到了一家房地产公司销售工作，业绩平平，但也能保其开支。有一次，公司举行大型的营销活动，主持人突发急事不能到达现场，徐世胜自告奋勇救场顶上。没想到徐世胜凭着自己的天生幽默感和漂亮的外表，获得了公司同事和领导的一致好评，就此也就经常活跃在公司举行的大小活动上面。也就在这个时候，正当徐世胜春风得意之时，越南偶像、触动梦想等一系列全民综艺节目在越南野蛮生长。在朋友和同事的鼓励之下，徐世胜也觉得自己完全可以朝越南娱乐圈发展。说干就干，徐世胜化名康皮，介绍自己是音乐人、作曲人、自由歌手和房地产推销员。经过一系列的苦情包装，他说自己从小就酷爱音乐，但家庭条件不允许，所以高中辍学后就没有钱再读书，边做房地产推销员养活自己，边从事自己热爱的音乐事业，创作歌曲。同学们，这套路是不是似曾相识？感情越南的娱乐产业还停留在中国的超女时代。经过康皮这一阵操作猛如虎，确实也取得了一点小小的成绩。他先后参加了挑战喜剧演员、越南偶像、触动梦想等综艺节目，还以艺名康皮给自己开设了 YouTube 频道。此时的康皮辞去了房地产公司的工作，无论走到了哪里，都会介绍自己是一名自由歌手、词曲创作者，会用韩语、中文、英语等多国语言唱歌。随后，康皮参加了一档约会节目《完美爱情》。在这档节目里，他大胆地向当时在越南颇有名气的男子组合365组合前成员威尔大胆告白，但很不幸的是，威尔当场婉言拒绝了他。网络上传言说，康皮似是真心喜欢威尔，这件事情给他带来了打击。2019年7月，康皮现身了 Z-Pop 梦想实境第2季。这个比赛会有前往韩国参加培训的机会。虽然康皮用尽了全力，也获得了部分评委的认可，康皮也挺进了前10，参加了最后一晚的总决选。这也算是康皮比赛至今最为高光的时刻。但很遗憾，这一次他又失败了，没有获得任何奖项，远赴韩国参加培训的愿望也泡汤了。为了投资自己的舞台形象，康皮开始不惜重金给自己购买名牌衣服和包包。徐世胜的朋友回忆说，康皮参加节目和商业活动中的收入根本不够他包装开支，后面他就开始从朋友、熟人甚至高利贷团伙那里借钱。但是即便如此，康皮的歌唱事业貌似没有任何起色，他的小小成绩似乎还只是停留在参加了那些貌似风光无限的越南偶像们。还真是应了那句话，一顿操作猛如虎。康皮也忘了还有后半句，仔细一看，原地杵。
此时的康比是真的受到了沉重打击。朋友见他精神低迷，开始劝他或许先找份工作稳定生活。后来朋友发现康比开始有意的回避他们，没钱付高利贷的利息，追债人开始上门，康比过起了东躲西藏的生活。朋友说，再见到康比的时候，就是在电视上播放的25岁女子徐世胜抢劫银行21亿越南盾的新闻里面了。2020年10月10日中午12点30分左右，越南胡志明市警方接到涉事银行工作人员的报警，说他们的银行被持有炸弹的一个女人抢劫了21亿越南盾，现在炸弹还放在银行的柜台上面。胡市警方立刻出警，通过调取银行的监控录像，问询银行工作人员后，逐步还原了事发当日的真相。10月10日12点20分左右，一个戴着眼镜和口罩，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女人，在银行的门口下了出租车。由于当时银行办理业务的客户非常少，又到了午休的时间，银行门口的保安员告诉这个女人，银行要关门午休了。女人借口自己有东西忘在了银行，取了就走。女人进门后，径直朝银行的柜面走去。到达柜面以后，这个女人把随身的袋子放在柜台上，突然大声地喊道：“这是炸弹，大家举手，都出去！”她一面叫喊着，一面把包里的一名汽油状的东西朝柜台和银行工作人员的工作台抛洒，并拿出火机，做出要点燃的姿势。大厅的保安员和工作人员被迫向银行大厅集中。他又强迫柜台的一名工作人员把钱放到他带来的包包里。当他看到包里已经装满了钱后，他把疑似炸弹连接着电线和彩色灯的几个瓶子放在柜台上，并让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进入柜台，说了一句：“柜台上的炸弹有定时芯片，如果报警，他就会激活炸弹。”接着，他走出了银行大门后，用绳子绑住了银行的大门，跳上了来时乘坐的一辆胡志明市牌照的7座出租车。也就是说，在他来时乘坐的出租车还在银行门口的马路上等着他。监控画面显示，整个抢劫的过程只用了短短5分钟。上车后，他让司机立刻开车载他逃到了新富永旺购物中心。他从刚刚抢劫的21亿越南盾里拿出了500万买了衣服，更衣间马上换衣后，又立刻前往了另外一家商业中心。胡志明市警方到达现场后，立刻封锁了银行和银行方圆200米范围内的周边所有区域。消防警察也到达了现场，开始排查是否还有爆炸物。同时，公安部派出了行政人员协调侦查，通过监控摄头，很快查明了劫匪的逃跑路线和身份。期间还惊动了越南军方，用以排除是否有恐怖活动人员出没。下午2点30分，通过警方和军方的协同调查下，警方在一家商业活动中心的超市1楼的珠宝柜面，将正在购物的犯罪嫌疑人逮捕。起初，警方怀疑这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团伙作案，出租车司机可能也是他们的同伙。但令警方大为震惊的是，这是他们办过的案件中最为离谱的抢劫案件，更是他们生平第一次见到有人乘着出租车去抢劫的案件。抢劫人竟然还是一个只有25岁的年轻女子，一个人实施的银行抢劫案。这个年轻女子居然还是越南小有名气的越南偶像。胡市警方仔细调查后，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动机也逐渐浮出了水面。嫌疑人的上网记录显示，2020年10月8日上午，他在网络上查询了如何快速赚钱以及如何制作炸弹。之后，徐世胜外出购买了制作炸弹的汽油和电线、彩灯等，带回客栈制作了2个炸弹模样的所谓爆炸物。因为这其中并没有制作炸弹必需的物品，炸药和雷管，他把这些物品藏在了 BP 超市的储物柜里。10月10日，案发当日5时12点，徐世胜去超市的储物柜取回了爆炸物，戴上了眼镜和口罩，把自己精心伪装了一番后，乘坐出租车前往新富永旺购物中心。在经过事发银行的路上，看到银行的门还开着，员工很少，也没什么办理业务的客户，于是他决定在这里进行抢劫。当警方讯问其作案动机的时候，起初徐世胜承认了自己就是为了搞钱。他声称自己欠了高利贷，无力偿还，还经常受到追债人的威胁，就想到抢劫银行用来还债，制作了2枚与炸弹一样形状的爆炸物，只是用来吓唬不笑场，只是用来吓唬银行里的人。警方也站住了。好，不笑场，这样一剪
警方也证实了这2个所谓的爆炸物并不能构成爆炸物，因此法律上很难用非法制造、储存、运输、使用、买卖或者挪用物品为爆炸物罪进行定性。看似警方已经还原了整个事件的真实情况，徐世胜也认罪了。然而，在庭审中，被告人又改变了他的证词。徐世胜声称，在银行的抢劫只是自己策划的一个丑闻事件，目的就是让自己登上热搜，再次翻红。他并没有抢劫的主观意愿。被告人声称，要不然自己也不会故意进入商场，在监控镜头前面四处走动，还很快被警察逮捕。我就是想制造丑闻，而且不需要花钱。徐世胜在法庭上这样为自己辩解。他还对法官表示，对自己的行为是知情的，知道自己的行为侵犯了他人的财产，在作案前就知道会受到重罚。但在回答检察院代表时，他供认抢劫的原因是欠债，而在法庭上，他改变了证词，说是想早点结案，不想被送走，更不想再做什么心理评估。胡志明市法院最后宣判，考虑到被害人的行为特别严重，造成了社会秩序混乱，需要从重量刑，以起到威慑和普遍预防的作用。经审理，审判庭判处徐世胜有期徒刑19年。在中国古代有部典籍《吕氏春秋自知》中有记载，犯事之亡也，百姓有德中者，欲复而走，则中大不可复，以追悔之，终旷然有因，恐人闻之而夺己也，具掩其耳；恶人闻之可也，恶己自闻之，备矣。这就是掩耳盗铃的出处。本案中的徐世胜，你说他傻吗？他不傻，凭着自己的能力也获得了一些成绩。你说他聪明吗？此等掩耳盗铃的作为，让人甚是无语。话又说回来，在我们的生活中，又有多少和他一样的骚年，在做着同样的梦想呢？以上，我们下次再见，平安喜乐。